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生辰识字，说来可能有人不信，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。算命先生说我有生辰识字，而不是八字，因为我的出生年月日很是特殊，刚好是那一年的除夕夜12点。他说我最好带包朱砂在身上辟邪。如今我已年过20，可我的床底下仍放着桃树枝，家门口也挂着镜子，全家也只有我的房门挂着艾草，这些都是辟邪用的。说来怪不好意思的，我直到初2的时候才勉强的敢一个人睡觉，在那之前一直都是和妈妈一起睡。小时候我总会做一个奇怪的梦，做这个梦的频率来看，称之为梦魇也不为过。梦里妈妈总会要我去关房门准备睡觉，但我往往会察觉到房门的后面有些什么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沉入了大海一般的胸闷、心慌、身体僵硬。当然，每当我在梦里关掉房门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到那些东西。有时候是山海经中的凶兽、奇兽，有时候是一些千奇百怪的怪物。可直到有一天妈妈要我去关房门，我又一次地感受到了那种难以言表的感觉。可是让我毛骨悚然的是，我确信这不是梦，所以那天我死活都没有去关房门。也就是那天开始，我发现了我这个特殊的能力，而小时候发生的一切无法解释的事儿，都毫无例外地发生在这种感受袭来以后。小时候的经历还历历在目，哪怕是现在，我也时常能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劲。一旦踏入了不对劲的地方，我就会由内而外地感受到心悸。这种心悸不是普通的，是难以言表的发自内心的恐慌。一旦这种感受袭来，我就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我的附近，而我如果没有马上离开，我就能真真切切地触碰到，或者看到、听到那些东西。我就挑几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儿，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亲身经历，并且绝对真实的事儿。第一件事，有关于灵车。那是在小时候爷爷奶奶家里发生的事儿。记得小时候老屋门口的那条路是灵车的必经之路。因为年少的好奇心，我一直记忆犹深。每当灵车经过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要关掉门窗。装着尸体的灵车是不能让小孩和老人看到的，他们说会沾染上不干净的东西。年少的我一直对门外那辆挂着鞭炮、放着歌曲，并且能让全村人避而远之的车辆抱有好奇。直到有一天，那辆车再次的经过我们家门口，和往常一样，爷爷奶奶赶紧的关掉门窗，把我拉到了屋里头。我抵不住好奇，就趁着爷爷奶奶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的开了条门缝，向外看去。那是一辆棕色的面包车，后面挂着2条鞭炮，后备箱里头塞着一个大大的花环。在终于见识到它的真面目以后，我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在那天晚上。那晚夜很深了，我从睡梦中迷糊着睁开眼。那会儿家里呢没有挂钟，更没有手机，我不知道那是几点，但我注意到了窗外站着一个黑影。老屋的土房子的窗户是纱网，构造和光头强家里的窗户一样。我们的房间有2张床，我和奶奶睡在里面的那张，爷爷一个人睡外面靠窗的那张。我看到那个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了窗户前。
夜深了，黑夜里他的轮廓模糊不清，但我确定那是一个人。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毕竟农村的土房子外边就是街道，有人路过也并不稀奇。可当我准备再次进入梦乡的时候，那种莫名其妙的感受突然地包裹住了我，让我感觉心脏快要蹦出来了一般。我的余光瞟到了那个人影，竟已经进入了屋子，并且就站在爷爷的旁边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那个人影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拉长、扭曲，以一种奇怪的姿势不停地伸缩着，不停地扭动。他摆动着身体，一会儿分裂开，一会儿又合到了一起，好像在跳一种诡异的舞蹈。我当时吓得使劲地捏睡在一旁的奶奶，在奶奶醒来问我怎么回事的时候，那个人影还在不停地扭。我吓得哭出了声来，可能是害怕被那个东西听到，我带着哭腔跟奶奶说我要上厕所。当奶奶打开头顶的灯的时候，那个人影也随之消失不见了。就这么在我的眼前，在开灯的瞬间，从爷爷的床边消失不见。那一晚，我紧紧地贴着奶奶，艰难地睡着了。直到第二天，我问奶奶昨晚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影，她却给我讲她什么都没看到。我跟她讲起昨晚看到的东西，她也只是给我讲，说我肯定是睡迷糊了，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呢？这件事儿也就慢慢的不了了之了。但只有我明白，那一晚的我绝对是清醒的，并且因为受到了惊吓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地块。那是小学4年级的夏天，这件事情我永远无法忘记。我得了一场大病，高烧40度不退，连续打了4天的针也毫无效果。家里人担心我的身体，可无论怎么打针吃药都没见一丝的好转。无奈之下，奶奶只能用一些民间的偏方求得我平安。我的外公刚好是个道士，他是正儿八经的道士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曾在山上打猎遇到了一个道长，从此收了他为徒弟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外公一直留着很长的胡子，自称大仙。在旅游景区给人家算命，家里有什么大事情都得先过外公看过风水，选择一个良辰吉日。家中呢也有很多我只在小时候见过的林正英电影里的小玩意儿。在外公的帮助和指示之下，奶奶端来了一碗水，烧了一张黄色的符纸，烧了一碗水，强迫我喝了下去。我顶着40度的高烧躺在沙发上，她拿了一碗清水和一根筷子，嘴里一直喊着死去故人的名字，喊一次立一次筷子。我之所以知道她喊的是故人的名字，是因为我听到了那些名字中有我已经去世多年的姑妈。奶奶说着一连串的咒语，因为高烧我并未听清，但那根筷子始终没有立在水中央。正在奶奶愁眉不展的时候，她迟疑了很久，思考了很久，终于喊出来了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，而那根筷子竟在我眼皮底下立了起来。当筷子立起来的那一刻，我浑身的汗毛也随着立了起来。小小年纪的我并不知道这其中蕴含的原理，只见奶奶拿着黄色的纸在我面前扫过一遍又一遍，愁容满面的，嘴里还一直嘀咕着求求你放过他吧，你认错人了。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，并且毛骨悚然。当奶奶告诉我她要一个人出去一会儿的时候，我硬拽着她的手不放。可是她告诉我不要害怕，她必须得一个人去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烧掉那些纸钱和外公给我准备的5个小纸人，便不顾我的阻挠，一个人出了门。那时正是下午，太阳正大的时候，但经历了刚才的那些事儿的我却吓得一动也不敢动。
就在这时，那种感觉又来了，我的身体开始变得僵硬，心脏狂跳不止。我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，不知道是发烧的无力感还是别的原因，我的身体动弹不得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叫声，那是一个苍老的声音，没有内容，只有一声不断延长的哦哦。那个声音我至今都记得，并且永远不会忘记。我能听得到那个声音来自我的头顶，可我不敢抬头向上看。我的身体已经僵硬无比，根本动弹不得。那种感觉好似你在床上毫无缘由地拼命伸长了双腿一样。那种感觉让我的身体变成了一块铁板，浑身冒着寒意。当那个声音慢慢汇集到我耳边的时候，我感觉我都快要被吓得昏死过去了。我不知道那短短的几分钟我是如何度过的，直到奶奶回家以后，我的身体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。那之后的第二天，我的发烧就自动好了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小时候我讲起这些，奶奶都故意的避而不提。直到再长大一点，才从妈妈的口中得知，奶奶做了一个梦。在我发烧的前一天晚上，她梦见她去世的奶奶在家门口牵着我的手，喊着我爸爸的名字，说要把我呢接到她那儿去。被奶奶看到了，在梦里，奶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奶奶已经不在了。看到我被她牵走，奶奶死命地抓着她奶奶的衣服，抱着栏杆哭喊着，那不是你的孙子，是他儿子，你认错人了。听到这儿，太奶奶停了下来，愣在了原地，仔细地看着我。我也是后来才得知，那最后唯一立起来的筷子，喊的正是太奶奶的名字。吸阴。我总会在发生灵异事件之前有那种奇妙的感觉，而最近的一次就在半年前。那天下午天还是亮的，我在梦里梦见了死去的姑妈。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自我了断的。我对于她的记忆只剩下了无法拼凑的碎片，可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的样貌，她的声音，她的性格，和她对我的好。可能是因为她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对我而言本该破碎的她，却总是多次的完整的出现在了我的梦里。可能这就是那些算命的说的招魂吧。而这个故事就和姑妈有关。那天我梦见她，后面醒来，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。刚睁开眼，我就感觉不太对劲，一定是又会有事情发生的。我想着呢，立马起身出了房门。我甚至能清晰地听见客厅里家人看电视的声音。我想放声地喊出来，可是嗓子好像被卡住了一样，出不了一点儿的声音，身体也动弹不得。随着那股感受越来越强烈，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一根手指，指尖触碰了我的脸，就只有一根，用指尖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点了一下。我的眼睛睁得很大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直到我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指尖离开了我的脸，我才终于可以艰难地移动身体。当我放声喊出来的时候，妈妈赶了进来，忙问我怎么回事。这时的我只感觉到浑身虚脱无力。我回想起了刚才的梦，在梦里，姑妈抱着还在上幼儿园的我转着圈圈。我觉得可能是姑妈来看我了。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尤其集中在我小学和幼儿园的时候，初中、高中的时候则慢慢的减少，但直至半年前从未停止过。我的房间和家里头也挂满了辟邪的东西，
有一次身体问题去看了一个当地很有名气的中医，那个中医给我把脉以后，用中医的理论说我阳气特别的虚，阴气则极为旺盛，外边上看表现出来的则是长相阴柔，害怕阳光，在阴暗的环境里会心悸。再后来，因为原生家庭的教育问题，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在那之后，家里人总说，在我刚患病的那几天，看到有人影跟着我，看到我晾晒的裤子里头有一条腿在自己走路。我并不知道这些是否属实，但在那时候的我看来，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了牛鬼蛇神，导致那段时间我极端的反感这些，开始觉得那些都是人们为了推卸责任创造出的东西。从那之后，我每去到一个新的城市，都要一个人去那个地方最大的鬼屋走上一遭。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也通过这种较极端的方式和自己的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和解。如今我已经走出了抑郁，好好生活。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如算命先生所说的吸阴，或者如中医所说阴盛阳衰，我的病症是否也真的起于被鬼怪缠上。但我想现在的我也坦然接受了所有的事情，也不再害怕鬼神。虽然夜里还是不开灯睡不着觉，但我想当那种感受再次袭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它了。好了，本集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